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呼救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我已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光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巨壮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的光。曹云斌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醒醒，醒醒！你不会是觉得沈大哥要害我，所以就在这儿守着要保护我吧？你这个人脾气是不好，蛮横又不讲理。但还挺可爱的。下。阿正，哎，夏小姐，你出来的正好，将军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您要调查的事有进展了。这么快就有进展了？啊，请走。沈大哥，夏玲，阿正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是不是将军链的事情有眉目了？将军链的事情倒是没什么消息，不过我倒是查到了一些关于夏将军当年突然消失的线索。当年发生什么了？还要劳烦你同我出城一趟，我们去见一个知情人。好，我去叫曹云斌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夏将军的事情还是不要叫曹兄弟为好吧。是这样的，曹云斌之所以跟我来这儿，是因为他要去一个叫芦花鼓楼的地方，而我爸爸的将匣里有关于那里的线索，我们要一起找到将军链，然后把它打开。是这样啊，但是我看曹兄弟好像对夏将军颇有微词，此事又涉及到夏将军的一些隐私啊。如若曹兄弟知道太多，我怕会徒增争端呐。他确实脾气有点暴，我也不想再跟他吵架了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
这个笨蛋，知道给我盖毯子，不知道把我叫醒，气死我算了。站住！啊，夏琳在哪儿？我不清楚。少来！我已经把雪灵轩翻了个遍，夏琳跟沈元清都不在。说，他们俩到底去了哪儿？将军似乎是带着夏小姐出城了。出城？具体在哪儿？将军刚刚来取马的时候，好像说是西边，其他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沈元清手下的话不能全信，万一他骗我，害我跑错方向，再回头可就来不及了。可不往西去，又该往哪儿去呢？没线索呀。哎，站住！快点！不然我抽你们啊！干啥磨磨唧唧的？快点，快点！就你这磨磨蹭蹭，就你磨磨蹭蹭的哈，磨蹭什么呢你？啊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哎，走开！干你干嘛？起来！起来！我让你起来！起来！来，起来！起来！我让你起来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把这当自己家了？不想活直说！官爷，不好意思，睡过了。睡过了？我看你小子就是存心偷懒。没有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谁要是个耽误了将军大人的灵台修建，就全都别想好过。干活！我不敢了，官爷。行，看你积极认错的份上，这次先领30鞭，下不为例。30鞭？看什么看啊！你小子难不成还指望着别人能来救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些邻人在寒仙街注定就是为将军大人当牛做马的命。哼！长官，我再也不敢了！30鞭，我会一命呜呼的。是啊，官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求你们行行好。有仗义的是吧？行，成全你们，各领30鞭。刚才你们说的灵台是什么东西啊？自从夏将军消失，沈元清掌管寒仙界以来，他一直强征劳役，开采能增强元神力的灵石，建造灵台，不少邻人因此变成了恶灵，他也在所不惜呀。沈大哥，你说的知情人在哪儿啊？还没到吗？快了，就在前面。要是我们不走，他就抓我们，打我们，让我们做他的奴役。我一早就看出那个沈元清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我是想提醒夏将军的女儿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去了雪灵轩门口守着。谁知道他跟沈元清是一起出来的，他们两个一出门就往灵台的方向去了。灵台在哪儿？你说的知情人就在这儿吗？怎么没有看见他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怎么感觉这么不舒服？不舒服，那就对了。啊！
此处叫做灵台，它可以让祭神人的元神力比别处多发挥出来半成。比如我，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人界的半吊子来说，元神力忽然增幅只会让其陷入混乱，从而召唤不出守护元神。比如你，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试试。李轩。 小爱，这就走了吗？将军链，不要了。将军链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原来是你。没错，夏启峰的坟正是我派人去盗的，目的就是拿到这将军链。所以你根本没有线索，你一直在骗我。你居然现在才发现？ 真是难为那个姓曹的了，一再的提醒你，是你自己蠢，蠢不可及。夏灵，你说你好好生活在人界不好啊？为何非要来寒仙街与我争？你以为拿到这将军链就能掌控寒仙街？你做梦！我根本没有想过夺回寒仙街，我只是要找到我爸爸的遗物。够了！夏灵啊，夏灵。 你真不愧是夏启峰的女儿，骨子里跟他流着同样的血，同样的虚伪。你也不用再跟我演戏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寒仙街只会也只能有一个镇魂将，那就是我，沈元清。伏虎，送本朝。 抱歉，我早上睡过头了。不过看起来好像来的正是时候。姓沈的这条杂鱼，就让我来活动活动筋骨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。你还能打？我虽然召唤不出李轩辕，但盗我爸爸墓的人，我要亲手教训。 好，那就一起，像从前一样。像从前一样。借来的气，热烈的记忆，无论说你心中自有真理，我从不轻信。你太慌张。 物归原主。我输了，寒仙劫是你的了。不，你说错了。寒仙街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也可以说，寒仙街属于生活在这条街的每一个人。随你怎么说吧。 成王败寇，无所谓了。
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了一条将军链，不惜挖开爸爸的墓，你之前跟我说的跟爸爸的情谊全都是假的吗？情谊，我都不知道夏启峰他到底对我有没有过这东西。不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你们来告诉我答案。自从留在寒仙界，便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跟随夏启峰守护寒仙界多年，直到有一天，将军，慢些。将军，你先扶我坐下。好，慢点儿。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远亲呢？你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想退休回人界陪女儿的事情吗？将军，你要是离开了寒仙街的邻人们怎么办呢？我刚刚想啊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来托付寒仙界。我想，我快找到了。将军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们回去说。好，慢点儿。小双，你听我说，你爹他……将军，是你杀了我爹，我杀了你！不要！将军，走吧。我从教你的第一天起，就反复的和你强调继承人的法则。你还记得吗？只可杀恶灵，不可。只可杀恶灵，不可伤灵人。今天那个女灵人明明不是一个恶灵，你为什么要杀她？可是她伤了您，远亲。我和你说过，我们继承人天生就比灵人拥有更强大的力量，而为了限制这份力量，我们就必须给他加上一份界限，以保证他是用来守护而非作恶。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已经逾越了这条线了。将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下一次。寒仙界不可能相信一个杀害灵人的继承人。你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，就只有恐惧。将军，将军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将军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伤害灵人了。你千万不要赶我走。远亲，你现在实力不弱，从寒仙界离开以后，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你走吧。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？就算我求你，
这些年我从未求过你任何事情，就这一次啊！不行吗？路上小心。从那以后，我恢复了在镇魂街四处流浪的生活，一晃就是3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说夏启峰失踪了，韩仙界恶灵四起。英雄救我！有恶灵在追我，他们马上就追来了。你们夏将军呢？夏将军，他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是从前夏将军身边的？我已经离开寒仙街很久了，这里的事情都归我管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救救寒仙界！你好歹在寒仙界待过几年，总不忍心看他被恶灵占领吧？想要我出手也可以，除非我是这里的镇魂将。可夏将军，他才是。夏启峰早就回到人间逍遥快活去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刚在人界回来，亲眼见到他正陪女儿共寒假呢。况且他之前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，想退休回到人界去。看来他这一次终于醒悟了，决定抛下你们这些累赘了。夏将军是真的抛弃我们了呀！救命！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选我，要么被他们吃掉。将军救命啊！将军！夏启峰抛弃寒仙街，回人界逍遥快活去了。这条街的事儿，原本我是不想管的，是你们一再央求我，所以我才勉为其难地留了下来。清理恶灵消耗了我大量的元神力，所以你们必须付出同等的报偿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必须听命我，为我所用。如有违抗者，杀无赦。谨遵沈将军之命。当初留我在寒仙街的是他，后来赶我走的也是他。话说得好听，什么法则，什么界限，最后不还是一走了之？恶灵攻占寒仙界那会儿，他在哪儿？是我守住了寒仙界，是我。伤害灵人怎么样？奴役灵人又能怎么样？这镇魂街从来都是如此弱肉强食，
只要我足够强，这条街就是我的，我的！闭嘴吧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做镇魂将。沈元清，你之前说你亲眼看到我爸在人界逍遥快活，全都是编的，对吧？是我编的，那又怎样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他这不是逃了，这又是什么？我相信我爸爸消失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可以恨他，也可以取而代之，但你不可以伤害这里的邻人。曹元斌说的没错，你根本不配做镇魂将。少在这里对我说教。如今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们便。倒是痛快。说吧，夏令，你想让他怎么死？就这么杀了他，有不有点太草率了？草率？夏令，你可别忘了，刚才他可是要害你呢。我没忘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但是你心软了。夏令，你知不知道，如今我们有得选，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你菩萨心肠，而是因为我们赢了。这里是镇魂街，弱肉强食。若是你今天不解决了他，明天他就会继续的祸害寒仙街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不杀掉他，也保护寒仙街？走遍这世间的路，听过诉说新的歌，世界汹涌又苦涩，面对恶意和难测。看过生命的涌动，也见你轻抚的伤口。哎呦，玲玲，你着凉了，爸爸骑快点，争取早点到家。没事的，爸爸，这样就好了。要是有什么办法，既可以看到雪花、摸到雪花，还不会着凉，那就好了。爸爸有办法。真的吗？藏起来的梦，在离别时回首。勇敢的自由，你在就没有尽头。时间在温柔，就在心和入梦。你伸出重生的手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。真的不冷啦，也不会着凉。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真的会变魔法吗？爸爸呢是来自于一个神奇的世界，那儿的人呢都会魔法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带我去那个世界玩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等咱们家小夏琳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爸爸真好。爸，我长大了，你没想到吧？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
连这里的魔法也学会了。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弃街而走，我一定会找到事情的答案，再回到这里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沈元清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你不是不让我杀吗？我把他拎隔壁街去了。隔壁街？为什么？这些年他一直想吞并人家，现在没有了守护元神，也是时候让人家跟他算算账了。至于他死不死，要看人家镇魂将愿不愿意饶过他。自己做的错事，自己承担，很合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我们把降匣打开看看吧。一会儿回人界的时候吃点东西吧。行，想吃什么？冰淇淋哦，还有就是炸鸡。行。这就是夏将军的女儿。你们这是？去吧。夏琳姐，我是小龙。就是这小子带我去看沈元清奴役邻人，还告诉我你的下落，不然我没那么快来救你的。原来是你在帮我，谢谢啊。不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之前也是夏将军救我在先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何况这次也多亏了有你，才让我们寒仙街摆脱了沈元清的奴役。是啊，对，多亏了你们。别，大家都别这么客气。我其实也没做什么。本来就是我做的比较多吧。夏琳姐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一切都是沈元清在撒谎。夏将军的消失，并不是抛弃了我们。是啊，我们是谁发现了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爸爸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爸爸当年离开寒仙街，回到人界之后，不到3个月就突然去世了。但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。我这次出去，就是要调查出事情的真相。等我查清楚之后，一定会回来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那夏琳姐，等你再回来的时候，会留在寒仙街当镇魂将吗？镇魂将？我？我怎么可能会做镇魂将呢？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大家。我的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但比起实力，镇魂将心地善良，能真心实意的为我们着想，才是我们最看重的。对，是呀，没错。可是我当镇魂将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大家也多给夏琳一些时间吧。我已经和隔壁街的镇魂将说过了，这段时间就由他来暂时代管寒仙街。等我们这趟旅途结束，我会亲自送夏琳回来，到时候再给你们答案，可以吗？好，你回来。好，夏琳姐，我们等你。这地图也太炫酷了吧！我第一次见到这种。看来这芦花鼓楼应该是在凌风街附近。凌风街那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街。要是我们认识像小说里写的那种
走遍镇魂街，什么都知道，就像是包打听或者摆小生那种人就好了。走遍镇魂街，要是有那样的人，不就方便多了吗？你还别说，我们真认识一个。北洛。可是，在雨林街一战中，水儿元神破散。虽然你打败了南狱夫，救下北洛，但他始终怪自己害了女儿。我相信他能挺过去的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曾经的鳞甲军统帅，菩提街镇魂将，传说中的战神北洛师门门司令。我们要对他有点信心。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去哪儿找他？上次雨林街一战之后，他说想要到处去散散心。他说有事的话去雷泉街找他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哎，这么着急吗？先写封言明信吧。路上再发也不迟。收拾东西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蚕食着一年，看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街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切开的浓烟，为新鲜，为遥远的明天。I'll never fail， I'll never be alone。那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深渊，感动成一缘。